高大人都开封府军巡使了，怎么还那么小心眼啊？我就是看不惯他们觊觎你的样子。再说了，这玉满楼既然是正经营生，就该有正经营生的样子。我知道你生气，那你可还记得当初把所有积蓄都交给我的时候，答应我什么了？待玉满楼盈利之时，便把阿林接来京城，然后提亲。可像你这样日日挑衅客人，玉满楼可还开得安稳？我开不安稳事小，大不了营收少，我不嫁了便是。哎，别啊！这是京城，你想过没有？万一得罪了哪个高官，弄得我们连店都没有了，可怎么办？我们的积蓄可都投在这儿了。万一将来没有钱，阿林的病要怎么办？姨娘，我错了，但我真的是看不惯他们。大不了以后营业的时候，我不出现便是。好了，别生气了。我想喝你做的花招蜜茶饮了。你还有脸喝花招蜜茶饮啊？进。大人，上庸急见。下去吧。是。高兄，近日费尽于牢内身亡，死因蹊跷，遂前仵作检视，见颈部红肿，进而剖之，验得咽内有异样突起，无法判定最终死因。另，费尽生前始终疯癫，时常用石块于地面刻画，形如乱麻，晦涩难懂。此番仔细查验，竟辨认出若期、许克焉两组人名有反复画叉之痕迹，似有恨意或执念，特此相告。上庸，莫敬。许克焉，不是许清家的父亲吗？那这个若期又是谁？我也不知道。看来此事确实没有那么简单。还是明日待我向相爷禀报之后再说。从费尽在牢内留下的信息来看，若期之死可能和他有脱不开的关系。王爷，记得若期小姐病逝前1周，是属下跟随王爷前去处理战事。难道若期小姐不是病死的，而是被人杀死的？本王从军中回来的时候，若期就已经不在了。本王也询问过下人，他说那几日并无可疑之人出入，而若期在最后几日也只是深感乏力而已，除此之外并无不妥。费尽是南疆道门之人，善于用毒药、迷药。若期小姐会不会是中了他下的毒？属下当年跟随父亲在西南征战，见过南疆的毒药，
我可以把当年伺候若琪小姐的下人找过来细细盘问，看能否找到一些蛛丝马迹。若琪如果真是中了南疆之毒而死，一切就顺理成章了。顺理成章。我们都知道，南疆道门的余孽是傅太师收编的，帮傅太师做些穿穴于墙、杀人灭口的阿扎事。如果若琪真是中了费劲的毒而死，很有可能就是傅太师下的令。可他就是一个外室，傅太师为什么要取他性命？若是他想要的是王爷你的命呢？我的？当年王爷意气风发，连下数城，收复边陲失地，立下赫赫战功。那段时日，官家对王爷也是青睐有加。可是太子殿下天生体弱，不能久理朝政，朝堂之上便有了楚军即将易主的传闻。那时臣资历尚浅，官家赐婚，命我将季荣嫁入王府，平衡双方实力之心，昭然若揭。傅太师又岂能袖手旁观？本王一向恪守本分，为国浴血不惜肝脑涂地，就连开封府的府尹之位都几度让贤，对储君之位更无半点觊觎之心。可即便如此，仍然有人有诛杀皇子之心，他们连灭九族的罪都敢犯，这就是在逼本王开战呐！傅太师仗着国丈、帝师之位，专断国政，危害社稷。臣深耕多年，如今也多了几分底气。愿主王爷斩除佞臣。多谢岳丈大人。有一人，臣想把他调来京城，能助我们一臂之力，想必王爷也不会反对。此人，许清家。你们看，我们是从这个脚腕处缓慢地往上推，推至骨节处，向后一指，此为足3里。然后我们拿着熏好的这个艾棒，反复的炙烤，直至发红，触摸发热即可。制灸这个穴位呢，就是为了缓解我们的腹部疾病，调理我们的腹部气血。大家都明白了吗？我跟您说啊，我从来不骗人。您看您这肌肤吹弹可破的，这效果很明显。我告诉您啊，您回家估计得吓花一跳。我媳妇儿怎么出趟门，年轻了10好几岁呀！哎呦，慢走啊，好嘞，下次再来。哎，陈爷来了，还是上次说那问题了。对，我跟您说啊，您就适合用我们的姜灸驱寒发表、通经活络。您这叫风寒湿痹症，效果不好不收您钱，我送您上去啊。来来来，这时间可过得真快啊！永寿和腊梅竟然都出师了，还不是因为你这个老师教得好啊！我都快出师了。不过这样也好，你能有时间休息，我就放心了。两位客官，谢谢奖。没想到这傅太师竟还动过弑杀皇子的念头，真是胆大妄为。你爹的事，或许与傅太师也有关系，所以宁王殿下和贾相才会命我前来请你入京，为的就是协助他们查清此事的真相，找到傅太师的罪证。可是，
我刚在云来开了店，而且这桩生意也是阿娇梦寐以求的，我们就这么……亲家，我说你现在怎么这么婆婆妈妈的了？我问你，当初朱庭仙在上庸害了多少老百姓？汤泽在襄州又让多少山民吃不上饭？你爹去世是不是另有隐情？抓傅太师的罪状这么大这么重要的事情，你还在犹豫什么？我这不是怕吗？你怕什么啊？怕你不跟我去。我当然是要跟你去了，在京城也可以做生意，这里的股份我可以分给别人，这里的铺子我可以交给永寿和腊梅打理，他们俩完全没有问题。好，什么时候启程？刘青呢？回殿下，刘公公昨晚犯了事，张公公派我来伺候殿下的起居。犯事？犯了什么事？这奴才也不清楚，只是听说好像是说错了什么话。也是难为他了。回头你叫刘公公来见我。是。哦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奴才潘华，殿下叫我小潘子就是。小潘。殿下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来人呐！我没事，不用请御医。可是，您都咳出血来了。这个月，本宫身边有3个太监犯事了，想必都是说了不该说的话。你若不想成为第4个，有些事便当作没有看见罢了。奴才明白，多谢殿下。下去吧。奴才告退。傅大人，张公公，太子可在里面？殿下正在办公，您稍等，我去通传一下。哎，大人，大人，太师大人，你也敢拦？不要脑袋了！殿下，太师，殿下，您为什么不服药？这药太苦了，
实在有些难以下咽，而且我已经好了。此药1日3次，断不能停。我听张公公禀报，东宫有3个太监看见你咳血了，这事要传出去，被官家和满朝文武知晓，会动摇太子的位置，切不能儿戏啊，殿下。我知道了。只是这药丸名贵异常，您又担心御医知道我身患隐疾，不愿将此药报于内廷，我只能用您的俸禄，我心里实在是内疚。钱银之事，殿下无需担心，只要能把你的病治好，让殿下继承大统，老夫就是倾家荡产也心甘情愿。听闻殿下前日召见宁王了。宁王得胜回朝，有功于社稷，本宫召他觐见嘉奖，有何不可？太师这是要教本宫如何施政吗？殿下，老臣绝无此意。这几年老臣做的事情，殿下都看见了。我的担心，殿下您该明白呀。我没有责怪您的意思。殿下，天下最难测的便是军心呢。当年官家下旨立殿下为太子，老臣着实安慰不已。可没过2年，官家又将贾昌之女赐予宁王为妃。这是何为啊？那是大哥已到适婚之年，官家赐婚，也在情理之中。贾昌是何等人物？君恩手段城府一个都不缺。再过几年，连老臣都压他不住。宁王有军功卓著，尽得满朝武将的归心。即便官家没有明言，仅是这赐婚，便让文武百官生出些别的念头来。殿下，恕老臣斗胆一问，待官家100年之后，殿下这一文一武能压得住吗？宁王和丞相与太师一样，都是肱骨之臣，本宫信得过。那年宁王出征南疆，若不是户部出了些差错，导致前线断粮，差点让他立下开疆拓土不世之功。否则，你这太子之位，怕是当时就要易主。加上他在外面养的民间女子病故，他无心朝政，寄情于山水，这才平稳地度过了这些年。眼下他立下赫赫战功，回京后更是跟6部重臣频繁见面，连病重的官家都召他到宫中勉励了一番。殿下不得不防啊！您要我怎么做？殿下，你不能再任性，按时吃药，安心的把病养好，其他的就交给老臣了。夫人，夫人，哎，你们这是做什么？快起来！夫人，我也想跟你们一起去京城。腊梅，你若是想去，也不是不行。每日卯时，必须起来给我做饭。夫人，可是老爷，以后少了我给您通风报信，您怎么办啊？可问题是你哪一次通风报信是准确的啊？
开玩笑。你们俩要好好照顾好自己。你们保重，保重。好了好了好了，都消停点吧，赶路吧。走吧。爹，一切保重啊！不保重啊？走吧。大姐安好。据弟这些时日在云来镇所观，胡椒为人仗义直爽，与许卿家更是夫妻恩爱，断然做不出勾搭姐夫那等阿杂事来。弟不愿再与其为敌，请大姐见谅。另，弟在云来遇见了忠义之人，暂无反清之意。他是胡椒发小，与椒品行相仿，甚合吾意。祝好，勿命。这一家人，胳膊肘怎么净往外拐？娘娘，可是三少爷失败了。不光失败，还投敌了。说他喜欢上胡椒那个朋友了。这云来镇也邪门了，怎么专出狐狸精？娘娘，这信上还说许卿家要调往京城任职，那胡椒是不是也会跟着来？娘娘，您来了。王爷可回来了？啊，王爷在里面看书呢。王爷，您回来了。这是臣妾亲手熬的鸡汤，王爷趁热喝吧。我最近公务繁忙，就睡在书房了。你不用等我，回去睡吧。那妾身便不打扰王爷了。王爷，二妹最近染了些风寒，卧床不起，臣妾想回家看看。季芳，我前日还听五郎说，他带了那帮娘子军在酒楼把刘尚书的2个小子给揍了，怎么这就病了？正好我有要事，要与岳丈大人商议。明日下朝，你便同我一起回去吧。
是王爷，臣妾告退了。哎呀，小贝，怎么不敲门呢？吓死父王了！怎么了？父王，您什么时候再去打仗？西域那些番人已经被父王吓破了胆，根本不敢再来了。母妃又折腾你啦？父王，您救救孩儿，带孩儿走吧。哎呀，小贝呀，我这次回京啊，公务繁忙，你就再忍忍吧。再说了，母妃虽然对你严苛了些，但是她本意是好的。父王，您能不能让他别那么凶，别一直盯着我？来，我的小贝啊，你是不是该为父王分忧解难？那是自然。哎，你明白就好。我跟你说啊，自古以来啊，难有两全之法，你和我，总得有一个要落在你母妃之手。所以呢，养儿千日，用儿一时，你就当为父王尽孝吧。哎，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，阿娇姐姐最近要来京城了。真的吗？那太好了，是不是可以找他们玩了？那当然了。太好了。不过呀，还得经过你母妃的同意。季芳，你有没有在听我讲啊？啊，在呢，你说。我说那个许卿家就要来京城了，来就来呗，关我什么事儿啊？是跟你没关系，可是他娘子也要来啊，那个屠户家的，他也要来。不是，他来干什么呀？诚心来恶心我吗？这许卿家进京为官，胡椒是他娘子，没有不跟来的道理啊。我听说这个许卿家能够在短短2年从8品县城升至5品通判，多亏了这个胡椒，连王爷对他也多有夸赞，说是这许卿家不愧是榜眼，学识好，娶妻的眼光也好呢。姐夫这胳膊肘怎么往外拐呢？那许卿家明明就是有眼无珠，虽说我不愿意嫁与他吧，但是要拒婚也应该是我拒婚呀，他凭什么呀？拒婚也就算了，还偏偏娶一个卖肉的粗鄙女子，这不诚心让我难堪吗？我被整整笑话了2年，咱爹脸上也没面子。岳父大人，这次许卿家抵京以后，我想给他安排到监察御史主察院，这样一来，他身具监察御史之职，查起傅太师也就名正言顺了。监察御史虽可查案，但限制颇多，还是把他放在户部，能掌握钱粮物资的走向。傅太师是户部出身，若无真凭实据，监察御史也无权要求查看户部的旧账。可是户部一直掌握在傅太师的手中，恐怕他不会同意吧？此事王爷无需担忧，若是侍郎尚书之位，
确实有些棘手，但若只是五品的主簿郎中之职，凭着许卿家在上庸和襄州的官声表现，是足可以担当的。傅太师也无力阻挡，只是若太子执意不许，岳父大人，你就不必试探我了。这若放在从前，我定会退却，不与那太子相争，免得朝臣议论，官家不喜。可这一次，我寸步不让。好。虽说这许卿家只是五品官员，可眼下爹和王爷明摆着站在他身后，这京城的权贵大臣们一定会与他结交，那些夫人和小姐也一定会向胡椒示好，频繁往来。如此一来，夫人圈子里定会拿你跟他比，说些难听的闲话。比就比，我还怕他不成？我就要告诉他，这京城是我的地界，不是他那云来那犄角旮旯的小破地方。他倘若在家里夹起尾巴做人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也就算了，否则我就要让他从哪儿来滚哪儿去。岳父大人，我还有一事不明。上庸和襄州，现在看来都是傅太师欺民敛财之地，而许卿家在这两地任职，背后都有贾府的影子。岳父大人是不是早就知道？王爷可是要怪罪于我？既然一早便知，为何一直放任不管？我知道时，官家已将季荣赐婚于王爷。是我失言了，我早就应该知道，岳父大人与我有同样的顾忌。哎，王爷军功卓著，文才武德。说句大不敬的话，与王爷相比，太子便显得有些平庸。当年立太子之际，朝中就有非议，直至今日尚未平息。傅太师是太子外祖，我若是针对于他，难免会被朝臣视作是王爷与太子之争，会引起朝堂动荡，所以我只能将许卿家这颗没人注意的弦子放过去，看看是否能搅动这死水。岳父大人果然有识人之明啊！许卿家将这潭死水搅活了。今天怎么这么乖巧啊？是不是又惹什么祸了？我在这儿给您研墨呢，哪儿闯祸了？这还像个女儿家。嘿，你哥哥最近有新来吗？没有啊。啊，家全啊，老爷，东城的别院现在是谁用着？少爷搬出去之后就一直空着。啊，那收拾出来，等许卿家到京以后，就让他在那里落脚。是。爹，我不同意，那可是当年娘的嫁妆，我们小时候都住那儿，凭什么给那许卿家还有那卖肉的女子住？卖肉的怎么了？你生在官宦之家，就觉得自己比那些靠双手劳动的人高贵了吗？反正我就是不乐意。说好了，那是要留给我当嫁妆的。哼，嫁妆。前几日刘尚书还来找我哭诉，说他那2个儿子又被你给打了。
你说京城还有人家敢娶你吗？你自己研磨吧。这便是京城啦。我要去和王爷复命，你们准备在哪儿落脚啊？找家客栈住下吧。不用找客栈了，在驿站我收到传信，相爷已经为你们安排了落脚的地方。那我就先告辞了。二管家，二管事，许榜眼，一别多年，咱们又见面了。多谢二管事当年救命之恩。救命？他何时救过你的命？你可还记得，你我成婚的前一日，我险些命丧狼口，后来你在山洞之中寻到了我。不必谢我，贾某也是奉相爷之命行事。二位先进屋歇息片刻，一会儿我将相爷的安排告诉你们。如此甚好，请。老爷，那个许卿家今日到京了，而且住进了贾府的别院。这只老狐狸，今天在朝堂上，贾昌直接向太子举荐许卿家，让许卿家进户部任职，我当然不同意。这只老狐狸当众驳斥于我，这是他10几年来的头一回。加上宁王站在他一边，朝臣们见风使舵，大半都支持他。老爷，若是太子殿下不允，此事便成不了。见了我的态度，太子当然不允了。可是宁王竟然公然顶撞太子，要面见官家，请他圣裁。太子仁厚，他对他大哥一向敬畏有加，就许了。老爷，宁王和贾昌为了避嫌，向来都是韬光养晦，敬而远之。今日之事显然是二人早有预谋啊！莫非宁王真的有了夺嫡之心了？万人之上，谁不觊觎？我从来没有天真到认为宁王会真的与世无争，也一直防备着官家归天，太子登基之日，他会带兵逼宫。为何是现在如此行事？他会害得官家不喜，对他百害无一利呀！老爷，难道说他知道了老爷当年刺杀他的事儿？费劲啊！老爷放心，此事已处理妥当。只要没有实证，他知道了也无妨。他们殚精竭虑地把许卿家安插进户部，无非就是要找到当年的证据。可笑的是，那许卿家为了区区襄州的山民，却把最重要的东西拿了出来。还
是老爷有先见之明啊。若是那封调令现在还在许亲家的手中，贾昌认不出，宁王岂会认不出？那上面盖的可是太子殿下的私印。户部那边你要好好的查查，跟当年有关的文书，通通给我销毁。是。还有汤泽那边，家属并未查出异样，已经下葬了。去吧。是。户部，莫非丞相想我在户部查到些什么？傅太师早年在户部做尚书，把户部经营的如铁板一块，贪墨无数。即便后来高升，户部的官员都是他的故吏门生，仍然为他命是从。否则，襄州之事，户部不可能不插手。与民争利，肥的是大户权贵，与国库税收并无半分好处。可你刚才不是说那户部都是傅太师的人吗？那让许亲家过去干什么？还不被那些贪官污吏给欺负死？阿娇，丞相之意想必不是让我去户部和他们相斗，而是暗中查探，看看是否能搜集到一些傅太师贪赃枉法的证据。不错，若不在户部任职，就连相爷也无法查看户部的文书和记录。只是，此事对你来说，会是个考验。